离，为何拿我？勾结外贼，勾结镇西军。如果不是你，洛阳城根本就不用让给镇西军。拿下！住手！你这是干什么？阿林，你来的正好。我早就怀疑这个何校尉和镇西军的李逆有私交，就是他泄露了不少我们的军纪，这就是证据。就是这个何校尉将我们瀛州被围之事泄露了出去，这洛阳城我们才不得不拱手相让啊！这何校尉如果不死，如何对得起那些浴血沙场的将士？阿林，哥哥知道你心软，这件事为兄给你担了，不让你烦心。来人呐！住手！崔离，这封信是桃子手抄的，公子也知道这件事。何校尉近日在军中发现有异动，将此事禀明我之后，刻意写了这封信作为诱饵，只是为了看看谁会上钩。你这是设计陷害我！信在我屋子里，若不是你存了害人之心，派人去窃取，又为何会到你手上？阿林，我这么做实在是因为他所作所为太可疑了。我只是想帮衬你啊！你要相信我，我兄长只是为了……崔家军是由副帅一手带出，将士上下一心，军纪严明，从未出现过党同伐异、勾心斗角之事。崔林，自你前来，几次三番构陷同僚，你以为你的那些小动作、小心思，我真的察觉不到吗？构陷同僚，按照崔家军军纪如何处置？构陷同僚者，褫夺军权，杖责30。崔离麾下5000士兵，暂交阿术统帅。念在你是初犯，杖责就免了。阿林，走！这次啊，借机收回了崔离的兵权，想必如今他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了。公子，没事吧？是不是刚才在外面站久了，受了寒气？我叫桃子来给公子诊脉吧。哎呀，今日出营，你究竟去了何处？我去见了李逆。李逆是镇西军主帅，你不应该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私下去见他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说这些话你不爱听，可是就像今天你看到的这样，我们原本设好了局，等着引蛇出洞，你私自外出，崔离才提前拦截了你。万一他真的动手了怎么办？公子放心，就一个崔离，他奈何不了我。哎呀，我知道你胸有成竹，可是刀剑无眼啊！如果你真的受伤了，你让我如何放心？日暇无事，常玩赏亲笔所绘皇孙劳作图，可否相赠玉容一幅，免皇孙形单影只。哎，校尉，你不回信啊？这么着急做什么？我不着急啊，这个信又不是写给我的。哦，你不着急，这样我先处理会儿公文，你先去休息会儿吧，不用陪着我了。我是不着急，但是那个送信的谢长尔他着急。这么晒的天气，人家早回去了吧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那个人是个死脑筋，
你要是不回信，不跟他说的话，他一准还在外面等着呢。小伟，那我可就告诉他了。我去了，我真走了。等等，既然你这么着急的话，那我就回上一封吧，免得让我们桃子姑娘白白跑一趟。好，我等着。校尉，之后来报，镇西军已经撤出洛阳，梁王长子临淄王李俊率军入城，最迟今晚，梁王次子会稽王李来也将率军抵达。知道了。真没想到，李皇孙对两位兄长还真是挺大方的，说让就让了。不过校尉，皇孙退出洛阳以后，那是要去哪儿？他在信里说了吗？信上当然不会说这些话呀。信上不说这些，那你们都聊些什么？哼，闲话而已。哎，桃子姑娘，那，这是我们校尉回给皇孙的信。多谢桃子姑娘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？你这就走了？那不然呢？那这什么？这是本姑娘亲自调配的金疮药，外面可是买不到的。我想着你平常行军打仗的，总会有些磕磕碰碰的时候，你用了这个，保证好得快。谢谢桃子姑娘，你真好。你说什么？我走了。谢谢了。傻子。昨夜宿于郊野，仰头月色如洗，即可手摘星辰。前日于东都朱雀街购入干果，其味甚佳，嚼之如碎玲珑，可伴漫漫长夜，与君共赏。干果与果脯同食，风味果然颇佳。前人竟单啖干果、果脯，今尝二者同食，滋味有趣。今晨跃马过水涧，闻香而去，见野桂一株。饮香浮动，独赏此景，深有抱憾。遂取花蕊数朵，以托一纸染香，盼来日同赏。校尉，找了你半天，原来你在这儿，怎么了？啊，也没什么，就是想问问你，今天还写回信吗？又是怕那个谢长耳着急啦？不是，我跟他约好了，以洛阳为界，在那儿互相传递书信。以洛阳为界？嗯，
这是你的主意，还是谢长耳的主意啊？那只耳朵说是他家17郎的主意，约在洛阳，免得行军途中互相找人不便嘛。这个谢长耳在两军之间送信，只要记住他抵达的时辰，再测算出马匹脚程的速度，就很容易猜出镇西军现下行至何处。啊，这个李皇孙也太狡猾了。校尉，也就是你，能猜得出他那些弯弯绕绕的心思和用意。那这么说，我也很狡猾啦？不是，你那是聪慧。那还写回信吗？还不知道。哎，这个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写不写回信？就是不知道啊。写不写回信？写一个。有人进去了。桃子，走，咱们去散个步。校尉，咱们不进去堵那个奸细一个正着。无妨，与李逆通信就是想调出这个奸细。既然他们已经上钩，在做蠢事，让他们做吧。三郎，这是李逆写给何氏的信，属下想了法子，偷偷一字一句誊抄的。干果与果脯同时，风味果然颇佳。今尝二者同时。这都是什么？依属下愚见，李逆与何氏都是心机深沉之人，此信乍一看平平无奇，实则用了暗语将机密藏于其中，所以何氏才为找隐秘之处藏起，就那么放着，也不怕被人看去。这其中干果一句，定是他们约好的暗语。有理。那咱们找些人来破解一二。当然。自君一别，虽数日，犹数年，未尝有此滋味，甚是牵挂。有时见水中蛙甚肥美，捕食鱼之，烤而食之，熄火后过剩，略有焦糊。三郎，穷我等数人之力，终于弄清了这何氏与李逆之间通信的秘密了。说，皇孙李逆自出劳兰关，最擅长的便是长途奇袭，声东击西。这次，他主动离开洛阳，肯定也是想用这一招。有道理，继续说。三郎，请看，这封信是何氏最新收到的。捕食鱼之，这在水中，不是指目标宿在湖边吗？十字分拆，不正是指合而为之吗？那这湖边的目标是？我军今日不是恰巧经过湖泊，如今宿在湖边吗？如无意外，今日有时，那镇西军定会派人与何氏里应外合，偷袭我军。三郎，不如现在就把此事告知主帅，到时候来个守株待兔，只要击溃了镇西军，那可真是天大的功劳啊！是啊，功劳你个头啊！三郎息怒，我问你，现在谁人不知道他李逆正在猛攻潼关？他如何能够分身来袭击我们？现在有事已经过了，他李逆人呢？说！三郎，对，这群人，滚！你给我滚！是，属下告退。这是从何处取来的？崔立一直派人紧盯着何校尉，偷偷抄录他的信件。我是从崔立处取得的抄件。不过校尉明明发现了崔立的所作所为，却并未追究。
三郎息怒，属下忽然想到一件要紧的事。上一次何氏以信件为饵设计咱们，如今回想起来，时机很巧，恰好是在你去见了裴元之后。你是说，那裴元与我见面之后，还把那件事告诉了何氏，二人联合设计引我上钩？就在杀崔林这件事情上，你我二人的立场应该是一致的呀。想要皇孙殿下的手书，也要看能不能杀了崔林。看来这个李逆和何氏关系匪浅，如若不然，此等机密之事怎么可能告知于他？之前还想着借李逆之手除掉何氏，现在看来，他不仅不会帮忙，还会与我为敌呀。三郎莫急，如今据守洛阳的已是李逆的2位兄长李俊、李来，他们向来与李逆不睦，我们何不与他们联手？如此一来，还能解我们没有军权之困。妙计。潼关天下雄起，易守难攻。李逆率军苦战6日，与裴元身先士卒，终于攻破潼关。臣要恭喜太孙殿下，镇西军继光复东都之后，不日已攻下潼关。潼关，那距离西长京已经不远了。是的，距离西长京已经不远了。李逆不与兄长相争，直接放弃了洛阳，500里奇袭强攻潼关。哼，岱主出好损呐！这个梁王果然生了个好儿子。也罢，梁王的3个儿子现在已经到了左近了，他这个做父亲的在京中耽搁已久，也该给儿子们写封信了。走。哎，石七郎，战事如何？坐。如今大局已定，穷寇莫追。你呢？怎么样？我这个呀，皮外伤。好啊，咱们熬了这么长时间，终于把潼关给咬下来了。我听我爹说，潼关号称第一锁要，开国100年来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可以把它攻克。以后在国朝史书上，咱们镇西军也可以留下一笔了。如今攻守易势，你呢？接下来应该发愁该如何守住这潼关了。石七郎，这世上哪有第2个镇西军，哪有第2个石七郎呢？那这世上也没有第2个勇猛无比的裴元了。哎，别这样说啊！但是石七郎，我有个问题，你明知道不可为，为什么还要写信给会稽王还有临淄王，让他们一起合围西长京呢？我那2位兄长啊，被我父王惯得跟倔驴一样。你呢要往西，他们就偏要往东。我不希望在当头这个时候，他们为了抢功劳，擅自出兵闯祸。当然要给他们写封信约他们合围。这样一来，他们肯定不会听我的，自然也就小小听听，按兵不动了。所以这叫指东打西，反其道而行。大哥，这信上怎么说呀？你自己看吧。李逆拿下了潼关，竟然让你我2人出兵合围西长京。大哥，他这……李逆仗着自己有攻克潼关之功，竟敢对你我兄长2人那是呼来喝去。大哥，
这呼来鹤去事小，只是出兵围剿西长京，此事要慎重啊。只怕他是要借我们的兵力，给他做嫁衣啊。我早就知道李逆他居心叵测，万万不能让他心想事成。大哥，前2日崔家军的崔离不是派了密使前来吗？你是说，大哥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借兵给崔离，因为崔离借兵是想要杀崔林而嫁祸给李逆，如此他定会成为大哥手中的一把尖刀。公子，回来了，这一路辛苦你了。副帅身体如何？大将军一切都好，只是听闻崔离公子擅自前来，并干涉军务一事，也十分震怒，命我将令牌带回，交给公子。太好了，有了这块令牌，就可以让崔离转回营州，也不必担心他在节外生枝了。那个崔林居然千方百计要到了伯父的手令，命我即刻赶回营州，不得追随大军。好你个崔林，竟然如此忌惮我，千方百计要调走我。三郎息怒，洛阳那边回信了，不如先看看信上怎么说。三郎，怎么说？李俊已答应派兵助我击杀崔林，一旦事成，便封我为魏阳大将军。恭喜三郎，恭喜大将军！只要崔林一死，由我统帅崔家军便是顺理成章。届时，再把一切的事情都嫁祸给李逆，一箭双雕，天衣无缝。难怪攻进来这么费劲啊！你看看这城墙，再看看这两边的山势，真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呀！打下来的时候难，等到攻守易行的时候，就知道这山势雄关都是好处了。可不，牢囊关要有这一半的险要，咱们也用不了这么多人手了。哟，是不是又有信来了？石七郎，你怕是望眼欲穿了吧？报！西长京信使到！大都督命我来传令，镇西军需在3日内退出潼关。放肆！孙敬是让你来送死的吧？小裴将军，我既然敢来，那就不怕送命。哼，另有梁王手书一封，带给皇孙。若要是执意不退兵呢？若是不退，那3日之后的午时，皇孙便备好丧服，为梁王服丧吧。想来我父王必定写了3封信，另外2封已经送去洛阳，给我那2位哥哥了吧？是，就是不知皇孙和2位兄长相比，谁更有孝心一些？哎，呀，小伟，这干果你还没吃完？此物当时在东都十分盛行，人人都夸赞它好吃，进香采买的人特别多。你就是能记住这些细枝末节啊？原本呢，大家都只吃这干果果仁，校尉偏偏喜欢用它与果脯一起吃。
你说这我能不牢牢记住？再说，这果然确实香脆饱满，甚是好吃。不过，这一连数日，潼关可是一封信都没来啊。你这是在担忧某个人，还是在担忧潼关呀？小伟，我与你说正经事。大概京中出事，他也没心思写信了吧？小伟，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呀？哎，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呀？吃干果还堵不上你的嘴啊！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他是谁？一网打尽。崔林，我倒要看看这次你还有没有命活着出来。神血！神家！哎呀！
是李逆，李逆来救人了。什么？就是李逆！公子，走。眼睁睁地看着崔林和何氏逃掉，镇西军可不是好招惹的。李逆所遣又都是精兵强将，咱们虽然借了些兵马，但折损过多，咱们也不好交代呀。三郎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把他带回来了？快把军中医师叫来！快！啊，那你受伤了吗？哎呀，此剑粗入体太深，又有倒刺，若是使蛮力拔出，是怕会伤及经脉，会血流不止的。现下只能将剑头细细挖出。老夫已经老了，手不稳，不敢挖呀。没事，我懂医术，我来吧。可是此法极其痛苦，她这小娘子承受不住啊！哎呀，医师说要将剑从慢慢挖出，我有点疼，你可以忍吗？有我在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小薇，忍得动不动。忍一下，马上就好了。快了，快了！咬住，咬住！没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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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了。我来帮你擦。那个山谷地势险要，你知道对方藏了多少兵马？再说了，对方还带着重弩，你能全身而退，已经是上天对你最大的眷顾了。石七郎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。你说你好好一个武将，怎么偏偏要学你大伯那样，引经据典，整天长篇大论的？我们刚刚攻下潼关，正是谋划收复京都的重要时刻。你要是出了一点点差池，你让我们怎么办呢？再说了，那个何氏，他是崔家军中的人，你为了救他这么拼命干嘛呀？谁说我是为了何氏才去救人？你不是为……我是为了救崔公子。你觉得我信吗？我觉得你信。行。你说什么都对。
你竟敢杀了我弟弟！他怎么敢杀了我弟弟？我现在就杀了你，给我弟弟偿命！夫人，你儿子竟然敢杀了我弟弟！我现在就杀了你！我们的人已及时拉住魏国夫人，太医也知道怎么说。娘娘放心。大都督到。请大都督恕臣无能，梁王惊惧过甚，脉搏本已十分微弱，更兼适才又因夫人之怒窒息良久，这心胆之气已散，药石罔效，已经过世了。我要砍了他的脑袋，给他儿子送去，让他儿子也尝尝什么叫锥心之痛。此人死不足惜，封锁消息，将那骨灰烧化，挫骨扬灰，替郑国公报仇。不，我要把他脑袋砍下来，给他儿子送去。你打我！你竟然打哎，对，就这儿吧，赶紧烧了得了。上头可吩咐了啊，要挫骨扬灰。是。怎么这么瘆得慌？是啊。二位大人，这棺木落葬之时啊，阴气重得很。这几日宫里几个人犯了错，被拉了出来，都是被活活打死的。所以乡老传言，有恶鬼作祟。今天死的这个人啊，衣着华丽，身上有好几种绸衣，还有那靴子，一看就非常有钱。您看看这，与其烧掉，还不如卖给我们当钱呢。你们连死人的财都敢发，哎，怪不得总有人使银子，烧香的脑袋想领这份差事。哎，行吧，你们手脚麻利点啊。好嘞，上头说了，得让我们亲眼看到他烧成灰才行。二位请。快换，快换！快来！快走！快走！父王，你身子好些了吗？吾非嫡长，如杀父王，吾必称帝谢之。这是你写的吧？啊，是。父，不孝子，你这个不孝子，你这属实要害死为父啊！孙大都督如此凶狠，你还想当皇上？你这是要害死我！父王，那不过是为了激怒孙敬的权宜之计，为的就是要救出父王您。救出我？这是哪儿？这是潼关。自从孙敬叛乱之后，父王一直被扣在京中为止。我便一直谋划如何将父王救出。此前，通过崔家军在宫中的人手，在暗中布置，只等见机行事。好一个见机行事！
你的见机行事就是给孙敬那样一封大逆不道的信，你可知道？若是孙敬一动念，我就身首异处了。父王，我知道您看到信之后，定会勃然大怒。您向来身体不好，时常头昏，我想一气之下，您必然会昏倒。我命人用假死的药物，让父王假死骗过孙敬。等到入殓时，再李代桃僵，将父王救出。逆子，你这个逆子，你狂悖妄为！你这就是拿亲生父亲的命在做赌注，知道吗？儿子不敢。你还有什么不敢的？我看着你就生气。滚！快滚！是，儿臣告退。等父王消气了，儿臣再来看你。快滚！三郎。事后探到了，崔林与何氏被李逆所救之后，正在潼关休养。好不容易伪造了伯父病倒的密函，还将崔林、何氏二人骗出中军，想一举击杀。谁知道冒出来个李逆，现在二人归宿于潼关，我们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好你个李逆，就管好事！三郎别急，崔林与何氏的兵马所剩无几，崔家大军也被阻在途中，他们必不可能一直留在潼关。只要我们耐心等待，总能寻得机会再下手。传我命令，就在潼关附近扎营。还有，让斥候严密地探查崔林还有何氏的下落。一旦二人离开潼关，便是他们的殒命之时。是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你倒不如哪怕他把我杀了。你听我说，如果能和镇西军一起携手破城，那瀛州之围立时便解啊！镇西军不可轻信，况且西长京，一旦有人知晓你的身份，那是何等凶险的事！公子，孙敬他素为当世奸雄，但他孤傲自大，他绝想不到我和李逆敢独自潜入西长京的。他也不可，万一……如果西长京事起，那瀛州之围必解；如果这是一局真龙，那这一步棋才是棋眼。你什么都别说了，我不会让你去的。公子心系瀛州，但又担忧我的安危。可我居意已决。公子你放心，就算事不协议，我也定能安然而返。阿英，我出言恳求，你能不能不要走？公子，阿英，我实在是担忧你。你若是失陷在西长京，你要我怎么见父帅？你若是真的失陷在西长京，我万死莫赎。公子，我意已决。阿叔，照顾好公子。阿英，公子，
你不如拿把刀，现在就把我给杀了，让我眼不见为净。倒也不至于。好，你刚才是告诉我，你打算和何氏一起乔装打扮，潜入西长京，谋取夺城之事。对啊，对呀，你还和我对呀？行，我现在就去找绳子，把我自己给绑了。我也不用父亲来问我自己向那老人家负荆请罪去。我现在就去。不对，我应该把你给绑起来，接送回镇西军的后营去。到了父亲那里，你就算是要翻天，也不关我的事了。裴大将军的后营距此千里之遥，只要你不说，他就不会知道。着什么急啊？石七郎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你现在是镇西军的主帅，你和何氏两个人赤手空拳就要去闯西长京，要是被孙敬的人发现了呢，那就是狼入虎口，你有去无回的。谁说只有我跟他两个人？我还打算带上老鲍，还有长耳。谁说我们赤手空拳？我们必然会携带兵刃啊！你别给我讲这些，反正我不准许你去。你若不放心，便同我们一起。我更不能去了。对，你不能去。潼关这里需要你守着，你就在这待着，等我好消息。哎，行。潜入西长京之后，你有何谋划？作何打算？没有谋划，见机行事。什么？骗你的！你放心，肯定有谋划。就算出了事，我也会找机会脱身。但是潼关这里需要你，在这儿守着，其他你放心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失陷在西长京的话，我是根本没有办法救你的。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拿你威胁整个镇西军的。那是自然。你放心，万一我真的被孙敬抓到了，我都替你想好了。就说你早有不臣之心，若是杀了我，你裴某必称帝以谢之。我保证，孙敬一定会气死。孙敬没被你气死，我已经被你气死了。喂，你尝尝我们这茶。今日能与故乡相见，也算是有惊无险。家茶呀，还得多谢你那个继子。能得17郎一个谢字，也算我不虚此行。清凉爽口的杨梅茶嘞，公子小姐来一壶。还记得我们那日在茅屋下与下饮茶做饭吗？当然记得了。若这一次能够收复西长京，诛杀孙敬，到那时候，我们就一起驰马乐游原。只怕到了那个时候，皇孙殿下政务繁忙，有别的要事，早都忘了跟我还有乐游原之约了。不可能，再忙再累，我都不会忘记你，更不会忘记与你的乐游原之约。天子登基了，圣天子登基了，天子登基了，圣天子登基了。哎呀，这新闻写得不错呀，尤其是骂我那段孙贼不死，苍生何辜啊！大都督恕罪。恕什么罪呀？我看好得很呐。这等森严的宫禁，竟然能把一个死了的梁王偷偷弄出宫，然后死而复生，还能在东都登基称帝。这等通天的本事，这鬼神不知的手段，我不知道今晚睡着了以后，明日会不会丢了首级。大都督恕罪，大都督恕罪。哼，那些可疑的人，不需要讯问，统统都杀了。还有那些冥顽不灵的前朝旧臣，也派兵把他们接到宫里来，免得他们蠢蠢欲动。是，大都督，要不要避9城？
禁止百姓出入，好好走一走。既然派人到西长京散发檄文揭帖，自然是想扰乱民心，何必要重他们奸计呢？李逆大军逼近，一旦逼城，百姓就嫌乱了，与战事不利。大都督所虑甚是。不过，进出城门的人要严加盘查，城中也要细密搜索，务必要抓到那些散发檄文揭帖的奸细，砍了他们的人头，送到洛阳去，好好吓一吓那个梁王。哼，梁王这个老头胆小，若是真被我吓死了，那可就成了天大的笑话了。是。愚不可及，真是愚不可及。此时临淄王和会稽王拥立梁王登基，确实不是时候。我本以为他们好心迎回父王，是想给他压压惊，无非是邀功之举，但我没想到，他们竟在此时拥立父王在洛阳登基，还昭告天下，真是愚蠢。石七郎，情况不妙，孙敬的兵马正在到处搜捕散发檄文揭帖的人。还有，我刚刚回来的时候，听见里长派人跟店铺掌柜说，所有住店的客人都要仔细查验看河，就算有店铺作保也不行。看来这个地方咱们住不了多久了。虽然我们伪造的看河跟真的没有分别，但是西长京的街坊管得甚严，只要用心核查，还是能看出来咱们的看河有异。大事不妙！我打探到消息，晋军的兵把顾府给围了，我也不敢跟得太紧。公子，公子，幸好小裴将军送来的药材十分得用，从脉象看，您的伤势已经好了7、8分了。等校尉回来，咱们就可以动身，和大军会合了。公子，什么事？洛阳城有消息传来，临淄王李俊与会稽王李来，在东都拥立梁王登基了。什么？两个蠢货！他们确实心急了些。桃子，出发前我特意叮嘱过校尉，让他务必一路上都要留下记号。你快入京，告诉他要即刻出城。我只怕孙敬知道后会震怒。如果闭城大锁，我担心校尉会有危险。是，我即刻动身。阿叔，你赶紧去联络我们的大军，告诉他们要即刻拔营往南。如果校尉不能出城，我会拼尽所有也要救出他。是。放开我！凭什么抓我？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凭什么抓我？凭什么抓我？放开！我是好人啊！凭什么抓我呀？没想到你这2位兄长如此没有耐心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石七郎，顾小姐来了，请坐。深夜乔装冒险到此，出了何事？竟有时宫里突然来人，说大都督传谕要我父亲进宫去。父亲虽然不情愿，可是又怕连累家人，只好被押了进去。到了夜里，我就乔装成下人，偷偷溜出来，给你们报信。顾小姐辛苦了，不知顾相现在还未如何？我也不知，但想当初孙敬没有杀我父亲，想必现在也不会立刻动手。是，顾相声望极高，孙敬不会轻易杀他。顾小姐，你也别太担心。你们快走吧，我在来的路上看到好多兵马搜捕，若是发现了皇孙，那就糟糕了。
我们顾家有庄田，皇孙若是需要的话，可以先去避一避。放心吧，我们自有安排。倒是顾小姐，今日不要再冒险出来了。耳朵，送顾小姐回去。是，顾小姐，请。给我搜，挨家挨户都不能放过。拿着我看看。还有你，知道你，站着，都是你的。怎么样？一枚的。这么一大早就开始搜查，也不知道谢长尔和老鸨能不能脱身啊？肯定可以。再说了，他们还要桃子结营，等一会儿就过来跟我们会合。我要见识见识这姑娘身上有什么可疑之物。小娘子，官人，竟敢脱你爷爷的衣服！看我这大胡子，不扎死你！大家都不能放过。是。进来看看。进来看看。今天让你们瞧瞧爷我的厉害！豹哥，闪开！闪开！活该！活该你们！二位，快，到这边看看，快点快！去那边，是，上楼看看，是，走。安国，原来是安国。安国，娘娘，打听到消息了。自梁王登基之后，大都督震怒，不仅在京中加紧盘查，还招来了好些旧臣，不允许他们出宫，怕跟梁王有所勾结。派去给韩将军送信的人回来了吗？传讯回来，说暂时还没有韩将军的消息。不过见到韩将军身边亲卫的尸首，想必韩将军已经携太孙暂时逃脱了。没有音讯也是好事。咱们找不着他们，旁人自然也找不着他们。娘娘，现在京中人心惶惶，李逆率镇西军已进潼关，想必随时都会兵围西长京。现在正在令京中百姓加紧囤粮。孙敬已经急传命令，召回征百越大军。如果大军还朝，守义攻南，李逆未必能胜啊。那我们要……这不是紧要之事，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韩将军，确保太孙无虞，想办法传信给李逆。我有重要之事与他商议。今日若不是韩将军舍身救我，我又死了一回。殿下不必如此，这是臣之本分。孙敬的暗卫铁骑追杀得这么紧，可能是秦王兵马大胜，孙贼最后的垂死挣扎，丧心病狂而已。这几日狼狈逃走，时时遇险。不知道17哥自光复东都之后，有没有兵临西长京？等咱们摆脱了后面那支追杀的铁骑，就能知道外边的消息了。
何校尉，请。公子，你终于醒了。校尉呢？校尉没事，校尉真的没事。我看到镇西军从山上冲下来，定然是救了他。公子好好疗伤，咱们还要回去见校尉呢。来。将军，大将军，回来就好。秦王，新王、齐王，我已经派人送回你营中了。至于你父亲，你既然来了，待会儿就亲自接走吧。崔大将军心怀大义，李逆感激不尽。今日秦王既然来到我营中，不如进帐一谈。好啊，正有此意。咱们可算是回来了，你也终于见到大将军了。父亲都瘦了，你别担心，刚刚我望了望大将军精气神，他定然康健无恙。校尉你就放心吧。校尉，你真的不担心啊？担心什么？这可是在咱们崔家大营里，那李聂也不敢把父亲怎么样的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，你难道不担心大将军会对秦王如何吗？你说，大将军把秦王请入帐中，会不会埋伏好了弓箭手？只要等他一进去，他就摔背为号，立刻将他杀了。放心吧，不会的。萧伟，你是相信秦王，还是相信咱们大将军？如此笃定的说不会。这两个人，我都不信。这个簪子怎么会在秦王的身上？是崔小姐所赠。秦王以为凭借此就可以有恃无恐吗？崔大将军误会了，今日送崔小姐归来，是另有要事，要与崔大将军商议。秦王恐怕是想借我崔家军之力，收复西长京吧。之前秦王曾写信胁迫于我，今日还亲自送小女回来，想必秦王是觉得老夫不敢取秦王的项上人头。公子，营地到了。那不是何校尉吗？哎呀，我要是不在你身边，就让他陪着你。你要是不开心了，
打他、扔他、砸他，都可以。这小人儿，跟你确实。